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所谓的 review。那 review 的产品呢，并不是属于 Tamiya 的 Yukikaze 的，就是雪峰号，它并不是我们的主角。那是木艺的这一套，它给1945年的 Yukikaze 雪峰所使用的全套的改造升级套件。那搭配所使用的船只，就是田宫的雪峰号。那雪峰号在今年有做了一个和绘的改版，我看了一下它的和绘，就写了要活着回家，活着回来的意思。雪峰号在二战里面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它可以从二战开始，然后活到二战之后，甚至跑到中华民国，然后才结束了他这一艘船的这一生，真的是很神奇啊！因为跟着他出去的船，大部分都没有回来，就只有他能回来，所以他真的是很带有神话的一艘船，我只能这样说。OK， 好，然后它的这个板件，我觉得是跟旧版的雪峰号应该不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它主要是因为今年的8月15号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雪峰的这个电影，在日本上映。对，那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看过，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演什么东西。OK， 那基本上木艺的升级套件，它会运用到田宫的零件，大概就是这一版，以及这个船底、船身，然后支撑以及甲板，大概就是这几个零件是会使用到的。那为什么木艺它会挑选田宫来做这个改套的基础？因为大家都还是比较相信田宫在模型制作上，它的精准度各方面都是最高的，我们大家都还是这样子觉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木艺的升级套件。OK， 打开升级套件之后，它这一次一样是有着相当丰富的说明书，然后是英文版本的也在里面了。然后它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它取代了田宫原厂的应该是80%的零件，所以它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主桅杆的说明书，包含主桅杆如何的安装、如何组装，这个都有。然后标示出它的这一盒零件里面，我看一下主桅杆、桅杆组，它有零件在里面它标示出了你所有的零件的编号，所以你只要照着这个说明书慢慢去组装的话，它就可以达成桅杆的安装。所以我相信制作起来不会很困难，绝对不会很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后桅杆，所有零件的渲染图，然后零附件，以及所使用的金属棒，然后安装的方式、组装的方式，前后旗杆，这个就不是单薄的10颗片，它一样使用的是 3D 列印件，然后它在 3D 列印件的底板上就有标示出了所谓的前与后，后桅杆是这一个，前桅杆是这一个，然后使用直径 0.3 的金属棒下去安装，就可以装成前后桅杆。所以制作上你的步骤就只是把金属棒挑出来，然后找出它的尺寸，然后安装进去，粘上超级胶就结束了。然后喷个颜色，你就可以粘到船上去。所以制作上的速度应该是会非常的快，装起来会是这个样子。OK，
前夹板啊，所有的零件图都有标示出它的零件编号，然后该安装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完成的渲染图就是这个样子。中部夹板有多少零件哦？连楼梯、爬梯都直接用 3D 列印件给你，都在这边啊，你就不需要再去折蚀刻片，那速度会更快。你只要把 3D 列印件的框架剪掉，全部都上色，你就可以开始安装。你顶多有一些可能角度上没办法喷到颜色的，你再独立的再去上色就可以。后部夹板所有的零件，然后所有的零件编号、安装的位置，然后完成后的渲染图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鱼雷的滑轨，它连滑轨都是做 3D 列印件。然后鱼雷我记得也是有一个搬运车在下面，这个非常的细致。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说明书的阅读方式。所以在制作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用的方式跟传统的模型在制作上会不太一样。就你要做哪一个区块，你就先把那一盒拿出来，然后上完色，或者是先打好底漆，然后先安装，先试装。然后一起跟船身一起上色，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毕竟组装模型就是安装的顺畅的程度。好，然后我们刚刚看完了说明书的介绍，再来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它里面附上了一块相当漂亮的鉴明牌，就是有拉出所谓的纹路的这种金属制的。然后写着雪峰1945年，包含了皇室的菊花纹的徽章。这个代表日本海军，我真的觉得这个徽章就是它的精神所在。那我刚刚已经有把一部分的零件先拿出来，先喷上了所谓的白色的底漆，因为在镜头下，白色底漆才可以比较方便的让各位去看到它的细节的表现。因为看它的细节。然后对个焦，所有在剑桥上面的这一种爬梯，它都是采镂空的设计，所以你不需要额外的再去打孔安装金属的蚀刻片。然后你看它的内部，剑桥内部，剑桥内部的结构也都有，然后后面的有压条的甲板的这个区块，以及旁边的栏杆，这些全部都有。下层的栏杆也都直接都弄好了，所以你只是把框架给移除掉，然后留下支撑，然后整个剑桥上完颜色，这样子你就可以安装到船上去了。所以你在制作上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就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它在制作上的话，会省掉你相当多的时间。然后细节又很漂亮，这个就是未来 3D 列印件的趋势。好，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桅杆的部分。桅杆这个东西在组装的时候我是觉得蛮头痛的东西啊。如果它是只给你金属棒跟一些零件的话，那是相当头痛。这边有稍微观察一下它的零件分布。我先拿后桅杆的出来。
它就这样子放进去啊，然后因为我没有量它的桅杆的长度，所以我都还没有仔细去看它的零件，就是随便找一个大概的孔洞然后放进去，所以它就已经把你桅杆的方向、角度都设计好，你就是插进去，然后在旁边这个地方稍微点上一下超级胶，在旁边这个地方点上超级胶，固定你的金属棒，这样就完工了，组装就完工了，所以是很便利的一个设计啊。就不像早期的你还要自己想办法去把角度固定好，它就没有那么的复杂。这个是桅杆的部分。好，然后这个是后面的鱼雷舱，这个我也上好，也喷了底漆了，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部细节。要看它的里面的防滑纹路，我必须说这个防滑纹路，我觉得是比较标准的防滑纹路，并不像其他的厂商在设计防滑纹路的时候，觉得开得越细就是越漂亮。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曾经我有看过在介绍所谓的驱逐舰或者是战列舰的防滑纹路，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尺寸跟它的走向，只是那一页我并没有把它标示出来，找一下。OK， 我看到了这一页，它是收录在日本驱逐舰这一本书里面的啊，页面是99页，它包含讲到了你的油布甲板的压条的设计是怎么样子，是使用什么样的结构，然后它上面该有的所谓的防滑纹路的走向，所以它不是打叉的这种连贯的方式，它是有一个间距的，这个是实际上应该要有的防滑纹路是长这个样子。OK， 所以你看到它的防滑纹路，它是会中断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标准的防滑纹路。然后你看它上面的所有的小细节，这些烟囱排烟管这一些然后望远镜测距仪这一些，然后旁边的舱门、爬梯，这爬梯你可以看到它是镂空的，所有的小细节都在上面。那你一样就是框架切掉，然后直接上色，再安装其他零件，你就可以直接往船上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组装真的是省掉了你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它设计的位置大部分都是在没有受力的点，如果你是在有受力的点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使用所谓的金属件或者是塑胶件，你才能承受比较大的那种压力，不然你的3D 列印件其实到最后也是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损坏，我是这样子觉得啊。然后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主炮。木艺这家公司，它有不断的在精进它的3D 列印的机器以及它的材质，它所使用的材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公司所列印出来的东西会在上面出现所谓的层纹，然后木艺的它就没有所谓的层纹。这个是黑色原色，然后你可能就试试看，你光看黑色就已经觉得说，它没有什么所谓的层纹了。然后我就把它喷上了所谓的白色的底漆，再让各位看一下。喷白底漆可以方便让你看到上面的细节，开了什么小孔，这些设计全部都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到黑色的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没有沉稳，所以它的机器的精密度以及它的材料是有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你在使用上做出来的作品一定就是会更漂亮。所以中国大陆这个东西上，它的制作真的是有不断的在前进。那它的这个鱼雷发射器，看一下它的鱼雷发射器，因为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应该是在武装的这边，武器组说明，它是有独立的鱼雷给你的，独立的鱼雷，所以发射架上面的护盖，就是防弹的这一个护盖装上去了以后，你旁边的舱门是可以再独立安装的，然后以及通风的这个盖子也可以打开，舱门也是可以打开，然后包含鱼雷发射的装填孔的这个盖子也是独立安装的，所以你的鱼雷就是可以做到像现在这个样子，装填的样子，或者是已经滑出去的这个状态，所以你在作战的这个状态，这一组它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是它的特点。然后它的机枪组、弹药架、弹药箱主炮，然后主炮它也有分成它的炮管的仰角也不一样，然后鱼雷舱，我们刚刚有开了后鱼雷舱给大家看，然后它的前鱼雷舱，我看一下前鱼雷舱。前鱼雷舱前鱼雷舱我没有上色，对，所以这个就看不太出来它的细节在哪里。烟囱也没有上色。那主要的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烟囱上面所有的环境的细节的细致的程度，超级细腻。然后我要去拿出船界的笑话给大家比较一下。这个是笑话边境模型，哎呀，来看看它的环境是长什么样子。这样比对，你看这个细致的程度怎么比？然后烟囱上面的盖子、罩子，没办法比了。所以这个就是木艺是靠 3D 列印件在吃饭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设计的非常的，你没办法去反驳它是不好的。所以他用的机器，他用的零件，他设计，他画的图，就必须要比这种想要量产、节省成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OK， 好，然后后面的深水炸弹的储存架然后小艇，所以大部分的话就只有船身以及甲板是使用天工的套件，其他的整套就是改成木艺的 3D 列印件。然后这个是它的鱼雷搬运轨道，很细致。这个的拆卸方式，我觉得就是必须要
先把框架剪掉，然后用笔刀开始去切轨道下面的支撑，不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应该是有可能会断裂的，因为我还没有拆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没事的话，我是觉得在拆 3D 列印件，不管厂商跟你说它的列印件多么的强大，毕竟钱是你自己花的，我觉得你还是拿镊子一支一支慢慢拆，这个是会比较保险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悬窗，一般早期的悬窗，他们都是直接在船身外面直接粘上去。那木艺的设计是你要钻出一个 0.8 mm 的孔洞，然后把悬窗塞进去。这个盲盖也是一样，就是钻出 0.8 的孔洞，然后直接塞进去。那你要看这个语言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就是你孔洞钻完了以后，你镊子是镊在它90度的位置，然后直接放进去，朝上。这样子你就可以确认说，哦，你安装的角度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还有说，哦，沾取少量的超级胶就可以粘上去。OK， 然后这一套是2战的海军的甲板的杂物，然后我看到了这个，他是说这个是出版的才有的赠品，所以我在跟木艺商讨看看，我从我这边卖出去的产品是不是可以有多这一套来当做赠品给购买的玩家。好，那以上就是木艺的 3D 列印件的1945年雪峰的套件。那等于再晚一点的话，我可能还要再拍所谓的凯旋模型白鹿级驱逐舰的 review。对，这个我再找时间再拍一下，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剪接影片，然后我还要配字幕，再做上传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做这一些事情。对，那事情都做好之后，我再拍下一部白鹿级的影片，然后包含了我们的模型船模圈的笑话的边境，它的金刚号，它的金刚号目前的制作上的进度，还有我遇到的问题。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专门再拍一集影片来说这一艘船的问题在哪里。OK， 好，那影片就先到这里，好，我们下一次再见。OK， 拜拜。